在土耳其买房，决定成败的不是看房速度，而是买前的尽职调查。这条视频我把流程、税费、产权安全和入籍门槛按真实办理顺序一次讲清楚。先说结论，作为外国人，您可以在土耳其合法购置住宅、商铺和土地，产权受法律保护。材料齐全时，从选房到过户，通常需要数周到2-3个月。我们是一家位于伊斯坦布尔、全程讲中文的跨境顾问机构，内容来自实际经办的案例。标准流程是6步：选房与尽职调查、办理税号、开立本地银行账户、签约并付款、申请政府指定的估值报告，最后在土地登记局完成产权过户。有少数限制要注意，军事或安全敏感区域不对外国人开放，同城可购置的面积也有上限。您看中的房产能否卖给外国人，应在下定金之前向土地登记局或顾问核实。买房前，您需要先准备3样东西：土耳其税号、护照的公证翻译件，还有一个本地银行账户。它们是后续签约、付款和过户的前提。税号凭护照就能在当地税务局申请，通常当天可办。护照要翻译成土耳其语并经公证，过户当天还需要持照宣誓翻译在场，因为登记环节要求外国买方在能理解文件的前提下签字。本地银行账户用来接收资金、支付房款和保留转账凭证。如果您计划走投资入籍路线，这份银行流水尤其关键，必须能清楚证明款项从买方付给卖方。产权过户在土地登记局完成，办妥后您会拿到一份写着您姓名的产权证，土耳其叫 tapu， 这就是您拥有房产的法律凭证。过户前有一道关键程序，本文写作时，外国人购房必须先取得政府授权机构出具的房产估值报告，它确定房产的官方评估价值，过户税费和投资入籍的金额认定都以它为重要参考。如果您本人无法到场，可以通过公证的授权委托书，委托代表代为签署，但委托书的措辞范围一定要事先确认清楚，授权过宽或过窄都会带来风险。买房可以是土耳其投资入籍的途径之一，但有明确条件，并非买任何房产都能入籍。本文写作时的门槛是购置价值不低于40万美元的房产，并承诺持有至少3年不出售。几个要点：入籍认定以政府估值和实际付款的美元金额为准，不是合同上随意填写的数字。配偶和未成年子女通常可一同纳入。金额门槛和规则历年有过调整，申请前请就最新规定确认，没有机构能保证审批结果。再说成本，除了房款，最主要的税费是产权过户费，本文写作时约为申报价值的 4%， 法律上由买卖双方分担，实务中常由一方承担，需在合同里写明。此外，还可能涉及增值税、估值报告费、公证和翻译费，买下之后每年还有房产税、物业费和地震强制保险等持有成本。以上为本文写作时的一般情况，具体金额因城市和房产类型而异，签约前请核实。接下来是最重要的避坑环节，最常见的风险是产权不清、一房多卖、查封抵押以及开发商交付延期，这些都可以通过买前尽职调查规避。支付任何定金之前，请核实到土地登记局查清真实业主是否存在抵押或查封，确认房产不在禁售区域，符合面积限制，核对竣工许可与实际建筑是否一致。期房还要查开发商的资质和交付记录。第4，买卖合同要明确价格、付款节点、交付时间和违约责任，并由能读懂土耳其语的人审阅。我们不收开发商佣金，比较房源时立场中立，这也是我们和单纯带看的中介最大的不同。买房本身不等于自动获得居留权，但拥有土耳其房产，通
通常可作为申请短期居留许可的理由之一，能否获批由移民总局根据个人情况审核。如果打算出租，需要就租金收入申报纳税；如果将来转售，要留意持有期限对税务和身份的影响。投资入籍要求的房产在持有期内不得出售。建议您买入时就想清楚退出方式。总结一句，买房真正决定成败的是买前尽职调查和对税费、产权、入籍条件的清晰把握，把流程、成本和风险提前理清，您才能买得安心，退得从容。如果这条视频对您有帮助，欢迎关注我，少走弯路。更多内容请在主页了解。我们提供从选房、尽职调查、开户到过户的端到端陪同，全程中文沟通，并在关键节点提供中文书面汇报。